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永驻，我是吴明远。今天要聊的是，可能比任何恐怖片都让人脊背发凉。一位网络安全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上个月他们遇到一位阿姨，她存在手机里的80多万元一夜蒸发，手机里还莫名多了30多万网贷，而她本人完全不知情。钱是怎么没的？答案就在她时刻握着的手机里。你或许认为手机有锁屏，支付要指纹或人脸，转账需密码，最后还有短信验证，这4道锁很安全。但今天我必须说，在新型犯罪手段面前，这些防线可能如同纸窗，一捅就破。骗子无需偷手机或知道密码，只需在你手机里悄悄安插一个内应，就能在你睡觉时操控一切，让钱一笔笔转走。本期视频，我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你看清存款如何消失。请你一定耐心看完，并立刻检查自己和家人的手机，这或许是在健康永驻里最能直接保住你血汗钱的一期。在这里，我只用最直白的话，告诉你最需要知道的真相。如果觉得内容重要，请点个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更多风险提醒。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这种能让人倾家荡产的手法，它的命门其实就藏在你的手机里，而且很可能就伪装成你毫不在意的，甚至觉得挺有用的几类软件里。这些软件就像披着羊皮的狼，平时看着人畜无害，甚至还在帮你做事，可一到关键时刻，他们就会立刻变成骗子伸向你钱包的黑手。到底是哪3类软件这么危险呢？你别急，听我慢慢给你拆解。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骗子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拿到你手机的最高控制权。这个控制权在安卓手机里往往通过2个关键设置给出，一个叫无障碍服务或者辅助功能，另一个叫设备管理器。一旦坏软件拿到了这2个权限，你的手机就相当于把家门钥匙和保险柜密码都交给了小偷。第一类你必须警惕的软件，就是那些伪装成系统优化、内存清理、安全守护的工具类软件。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下载过那种号称一键清理手机提速的 APP， 或者看到过检测到您的手机存在高风险，请立即下载 XX 安全卫士进行防护的弹窗。这些软件很多都是从非官方的应用市场或者网页链接下载的。他们安装的时候会表现得很尽责，向你索要一大堆权限，什么读取短信、读取通知、悬浮窗权限，而其中最致命的一项，就是引导你去系统设置里开启那个无障碍服务。他会用各种话术忽悠你，比如开启此功能以实现自动清理，为了深度加速，需要此权限。你一看是为了手机好，想都没想就点了开启。你知道吗？从你点下允许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就获得了在屏幕上替你看和替你点的能力。它能读取屏幕上显示的任何文字，包括你的银行账号、密码输入框。它能模拟你的手指，去点击任何按钮，包括确认转账。它就像一个潜伏在你家里的隐形佣人，平时不动声色，等到半夜3更，主人睡熟了，它就悄悄打开保险柜，把里面的财物一卷而空。所以，请你立刻想一想，你的手机里有没有那种你不熟悉，名字却听起来很官方、很强大的清理或安全软件？如果有，马上行动，它可能就是最大的隐患。说完了伪装者，我们来看第2类高危软件，各种带有抢红包、自动点击、游戏辅助外挂功能的软件。这类软件诱惑力很大，对吧？谁都想过年过节抢红包的时候手速快一点，或者玩某个游戏的时候能轻松一些。但是你要知道，实现自动抢红包这个功能，本质上就是要求软件能实时监控屏幕内容，看看有没有红包出现，并且能自动触发点击动作抢。这需要什么权限？没错，又是那个无障碍服务权限。你为了抢几毛钱、几块钱的红包，亲手给一个来路不明的软件打开了通往你全部金融账户的大门，这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这些软件往往活跃在各种聊天群、论坛里，由个人开发者打包发布，安全审核几乎为零。
他们不只会抢红包，更会抢走你的一切。当他获得了权限，他监控的就不只是微信群的动静了，他能看到你所有 APP 的界面。你在输入支付密码时，他看着；银行验证码短信弹出来时，他看着。他默默记下这一切，然后在某个深夜启动自动程序，登录你的银行 APP， 完成转账、借款、删除记录等一系列操作。你第二天醒来，只会觉得手机有点卡，却不知道他昨夜经历了怎样一场疯狂的自我洗劫。所以，请你问问自己，手机里有没有为了图一时方便而下载的这类外挂软件？为了你那点小小的便利，赌上全部身家，这个赌注，你真的敢下吗？第三类软件就更隐蔽了，它们是各种破解版、免费版、去广告版的影视、音乐、办公软件。我们都想省钱，都不想看广告，这很正常。于是就去网上搜索 XX 软件破解版下载，找到一个小网站，下载一个安装包。安装过程中，系统可能会提示此应用来自非官方渠道，存在风险，但你为了免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安装。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权限请求，你心急火燎地想快点用上这个免费大餐，看也不看就一路下一步允许。问题就藏在这一堆权限里，这些破解软件很多都被打包进了恶意代码，这些代码就像寄生虫，它们的目的根本不是让你免费看剧，而是借助这个受欢迎的软件外壳潜入你的手机。他们所要的权限可能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我们反复提到的核心权限。更可怕的是，这类软件因为本身是你主动想要的，所以你会经常打开它。它的潜伏期可以很长，让你完全丧失警惕。它可能在后台悄悄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浏览习惯，也可能静静的等待，直到某天你打开支付软件时，它才被唤醒，开始作案。你以为你只是装了一个看视频的软件，却不知已经引狼入室。所以，请检查你的手机是否安装了非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来路不明的免费软件。贪小便宜往往会吃大亏，在数字世界，这个道理更加血淋淋。那么，具体来说，这些内鬼软件是怎么一步步偷走你的钱的呢？我们把这个过程摊开来讲，你就明白了。首先，它需要被你激活，要么是你被假客服忽悠，亲手下载安装并给了权限，要么是你自己图方便，从不明渠道下载软件时一路放行。一旦权限到手，骗子那边就像连接上了远程遥控，他们不需要碰你的手机，就能通过这个软件看到你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这等于你的手机对他们是直播状态。然后，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凌晨，你的生物钟最困顿、手机最安静的时候动手。他们远程发出指令，你手机里的那个坏软件就开始像机器人一样自动操作了。它会找到银行 APP 的图标，点开，找到转账菜单。到了输入密码的环节，它有几种办法，要么在你之前使用手机时，通过覆盖一个假的输入框，骗你输过密码，要么它直接记录你的键盘输入，甚至有些高级的恶意软件能直接读出你保存在手机里，当然这极其不安全的密码信息。最关键的一步，验证码，怎么解决？这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因为拥有读取通知的权限，当银行短信发来时，即使屏幕是黑的，那个验证码数字也会在通知栏里显示，坏软件瞬间就能抓取到这个数字，并传回给骗子。整个过程，他们可以先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关闭所有震动和闪光灯提示，屏幕亮度调到最低，就像在黑暗里进行一场无声的盗窃。你在一旁酣睡，你的手机却在疯狂地给自己放血。转账完成后，他们还会自动删除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卸载或停用自己来销毁证据，最后把手机设置恢复原样。等你一觉醒来，拿起手机，一切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你需要用钱的那一刻，才如醉冰窟。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发毛，赶紧想看看自己的手机？别急，明远这就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应该怎么做。第一步，
就是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揪出你手机里的可疑分子。你打开手机的设置，在搜索栏里直接搜无障碍或者辅助功能，点进去，然后找到已下载的服务或已安装的服务，打开这个列表。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你手机里所有拥有最高权限的软件名单。你一个一个的审视，除了你非常明确知道用途的，比如手机自带的语音助手，或者你特意为视力不好的家人开启的屏幕朗读功能，其他任何你不认识、不记得，或者一个普通工具软件根本用不上这个权限的，比如一个计算器、一个手电筒 APP 出现在这里，不要犹豫，立刻点进去，关闭它的开关。关掉之后还没完，回到手机桌面，找到这个 APP， 长按图标，把它卸载掉，斩草除根。第二步，我们去读另一个后门，还是在设置里搜索设备管理器或者设备管理应用，点进去，这个列表里的软件权力大得吓人，它们可以远程锁定你的屏幕，重置你的密码，甚至让你无法卸载它。同样的，在这里，你只应该看到系统自带的查找我的手机这类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陌生的，不应该在这里的软件，立刻点击它，选择取消激活，然后返回桌面，将它卸载。清理完这两个地方，你手机的安全性就已经挡掉了绝大部分的风险。清理完了现有的隐患，我们更要建立牢固的防火墙，防止未来再中招。明远给你立下3条铁律，你一定要记在心里，更要反复告诉你的父母和孩子。第一，绝对不要从任何短信链接、微信聊天或者电话指导中下载安装所谓的安全证书、会议软件、客服助手。所有真正的银行、公安、政府机构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让你装软件，只要让你下软件，100%是骗局。第二，绝对不要和任何人共享你的手机屏幕，一旦共享，你所有的操作、输入的密码、收到的验证码，对方尽收眼底。这无异于把保险柜的密码当着贼的面输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对无障碍服务和设备管理器这两个权限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今后安装任何软件，只要它引导你去系统设置里开启这两个选项，你的大脑必须立刻拉响警报。你要反复问自己，这个软件是干嘛的？它真的需要这么高的权限吗？如果你不确定，我的建议是，宁可不用这个软件，也绝不能把控制权交出去。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放心，或者你银行卡里的存款数额比较大，我再教你一个终极的笨办法，但也是最安全的办法：物理隔离。准备2台手机，一台是你现在用的智能机，拿来聊天、看视频、刷社交软件；另一台可以是一台旧的智能手机，或者买一台几百块钱的便宜新手机，专门用作金融手机。把这台金融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保证系统干净，只安装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必要的金融类 APP， 其他乱七八糟的软件一个都不要装。平时这台手机就关机，或者断开移动数据和 WiFi， 只有在你需要转账、付款的时候才拿出来联网使用，用完之后立刻断网或关机。这样，就算你常用的那台手机不小心中了招，骗子也根本碰不到你存钱的那个堡垒。这个方法虽然有点麻烦，但对于保护大额资金来说，是目前最稳妥的方案。好了，今天明远跟你说了这么多，从头到尾，其实就想把手机里有哪3类软件必须卸载，这个事给你讲透、讲明白。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第一类是伪装成清理安全工具的间谍软件，第二类是带有自动抢红包、游戏外挂功能的陷阱软件，第三类是各种来路不明的破解版、免费版、木马软件，它们的目标都是骗取你手机的最高控制权。一旦得手，你的手机就不再完全属于你，骗子可以远程操纵它，转走你的存款，清空你的贷款额度，然后抹去一切痕迹，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破产。应对的方法就是立刻自查手机无障碍服务和设备管理器列表，清理所有可疑应用，并牢记3条铁律：不轻易下载，不共享屏幕，不滥用权限。
我最后还想多说一句，你可能觉得自己年轻，见多识广，不会上当，但请你想想你的父母，他们接到一个能准确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的客服电话时，会不会慌了神？他们看到手机内存不足、存在风险的弹窗时，会不会下意识地去点击下载？在信息不对等和精心制造的压力面前，任何人的判断力都可能下降。所以，看完这个视频，请不要仅仅点个赞就划走，把它转发到你的家庭群，或者今天晚上就坐到父母身边，拿起他们的手机，亲手帮他们检查、清理一遍。你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很可能就是在未来为他们守住一生的积蓄和晚年的安稳。我是吴明远，一个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健康、平安、财富永驻的普通人。感谢你的收看，别忘了关注健康永驻，我们下期再见。